奔驰以前就是造三轮车的，为啥现在成为了 BBA 的领先品牌？从一个造三轮车的小作坊到现在的三叉星辉，还有奔驰的前缀梅赛德斯，竟然是一个女人的名字。那奔驰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有请我们今天的主角。那尊贵的梅赛德斯车主，在您上车之前，请给我1分钟时间，给你讲清楚梅赛德斯奔驰的前世今生。如果觉得你有帮助，麻烦点赞支持一下老弟。那奔驰的诞生有点复杂，在讲之前呢，你首先要知道梅赛德斯是梅赛德斯，奔驰是奔驰，它两个是两家公司，不然待会儿我讲的时候你有可能会懵。那在梅赛德斯奔驰这个名字成立之前，有2个重要的人物，第一个呢就是戴姆勒，第二个呢就是拉尔本茨。1883年，戴姆勒与迈巴赫的天才组合发明了祖父中的发动机，以每分钟600的转速突破了传统引擎的极限。那由于在当时那个年代对汽车这2个字没有什么概念，然后我们的奔驰创始人就出场了。当时卡尔本茨，也就是奔驰的创始人，在1886年为他的3轮车申请了一个汽车专利。对了，你没听错，是汽车专利，也是世界首个汽车专利。这台由0.9匹马力的发动机驱动的铁家伙，当时以每小时16公里的速度颠覆了人类对移动的认知。当时奔驰创始人本茨因资金匮乏，多次濒临破产。当时他的妻子贝莎本茨自告奋勇，在1888年驾驶专利汽车完成了180公里的长途试驾，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汽车的可靠性，资金问题得到了缓解。后来工程师卡尔本茨和戴姆勒分别发明了世界上第1辆3轮车和4轮汽车。1982年，卡尔本茨和戴姆勒各自成立了本茨汽车公司和戴姆勒汽车公司，这2家公司分别代表着汽车工艺的2大流派，即本茨派和戴姆勒派。1899年，本茨公司推出了世界上第1辆4缸汽车本茨维多利亚。这款汽车以出色的性能和稳定性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不幸的是1900年戴姆勒去世了。他在走之前呢，将品牌名字赠予了奥地利商人的女儿梅赛德斯。对，你没听错，奥地利商人的女儿就叫梅赛德斯。从此这个名字成为优雅与速度的象征。1901年，戴姆勒汽车公司推出了世界上第1辆高性能汽车梅赛德斯35HP。这款汽车以卓越的驾驶性能和豪华内饰成为当时汽车界的翘楚。那梅赛德斯这个名字有了，奔驰名字也有了，接下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1926年，戴姆勒公司与奔驰公司合并，三叉星辉正式闪耀。合并后的首款车型，也就是1926年柏林车展上的戴姆勒奔驰1926型，也就是奔驰 S 级的鼻祖，以年销量7000辆奠定了豪华汽车的标杆地位。这款车融合了2家公司的技术精髓，搭载直列4缸发动机和4轮制动技术，成为当时欧洲政商名落的首选座驾。当时的2次世界大战成为奔驰技术的丙炉，在2战期间，奔驰为虎式坦克研发700马力发动机，为纳粹空军生产 DB601航空引擎，展现了其在机械制造领域的统治力。但战争的创伤也同样沉重，奔驰海外资产被没收，仅存的4家工厂沦为美军的修理厂。然而废墟中的重生更显坚韧。1946年，奔驰获得美军生产许可，在新德芬根工厂重启了乘用车的制造。1951年推出的 W187 作为 S 级的前身，采用了承载式车身和独立悬架，成为战后德国经济复苏的缩影。到了1962年，新德芬根工厂累计生产100万辆乘用车，标志着奔驰重返全球市场的核心舞台。1979年 W126S 首创车载电话和电动座椅。1991年 W140S 搭载全球首个碳气大灯，将豪华配置提升到新的高度。进入21世纪后，奔驰 E300、CL60等车型在中国大卖，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 dream car， 也成为了成功人士的象征，见证了一个又一个穷小子的逆袭之路。E300不仅仅是一辆车，更是身份与品味的象征。正如三叉星辉所诠释的，唯有最好。攀登的过程虽然艰辛，但别忘了登顶过后就是风景。如果你想问我何时才能开上奔驰，各位你们不要忘了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的成功，它需要你付出着万般的努力，甚至千万般的努力，甚至万万般的努力。尊敬的各位星光，尊敬的各位赶路者，恭喜您成为尊贵的梅赛德斯奔驰车主。愿三叉星辉照亮您的事业和前程，一叉天时，二叉地利，三叉人和，星光不问赶路人，岁月不负有心人。愿你们归来仍是少年。
各位记住，当你拥有梅赛德斯奔驰的那天，去把曾经年少的自己、蹉跎了半生的自己、满目疮痍的自己接回来，对曾经的自己说一声辛苦了。所以奔驰那个时候将不再是奔驰，它是一种我们奋斗向上的精神，它是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我们的见证，也是心有所向、爱无边境的陪伴。朋友，最终你也会听到那句话：恭喜您成为尊贵的梅赛德斯奔驰车主，愿我们的三叉星辉照亮您的事业和前程。一叉天使，二叉地利，三叉人和。星光不问赶路人，岁月不负有心人。愿您归来仍是少年，愿您在梅赛德斯奔驰的日子里学会奔驰，大步奔驰，何以奔驰？唯有奔驰。